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李善均就被贴上了吸食毒品的嫌疑。他用鼻子吸食，可是他不知道是毒品，他是被这个女市长欺骗。欢迎来到 Hi-day， 我是喜娜。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社会案件。韩国男演员李善均，他在去年2023年的12月27号被发现在车上了结他自己的生命。在之前有爆出吸毒案，今天要讲的案子呢，除了他的吸毒案之外，还有诈欺案，围绕着李善均的这两个案件。第一次这个新闻透露的时候呢，是2023年的10月19号，报道说仁川的警察署正在调查，包含呢40岁的男演员、练习生，还有财阀三世，还有一个是娱乐场所的女市长等等，共8人。正在调查这8个人有吸食毒品的嫌疑，违反了韩国的毒品管理法，正在内部调查这件事情。这个新闻报道一出呢，40多岁男演员又是有拍摄戏剧跟电影的，大家就开始猜测说这个男演员到底是谁。当时新闻是用 L 代名词称这个男演员，所以大家就把矛头指向了男演员李善均。也就是从10月19号这个时间点开始呢，李善均就被贴上了吸食毒品的嫌疑。隔天10月20号，舆论开始吵起来了。李善均的经纪公司就发表说，李善均正在接受警方调查是确切的。除此之外，经纪公司还表示说，李善均呢被某人威胁，所以会起诉他。案件到这边为止呢，都是属于 NESA 叫做内部调查，就是这件事情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还没有确切的指证之前，是不可以公开在市面上的。所以很多案件公开在媒体的时候，已经是有确切的证据了。大家都在讲说，为什么李善均这个案件会这么快就被爆出来，而且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已经被媒体走漏风声了，这是后面大家在骂的点。当下所有的广告，包含他的电影演出，然后他之前有的广告的照片都全部被撤除，然后他之后接的广告邀约也全部都被拿掉了，包含李善均的妻子也是。在10月21号呢，警方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江南一处娱乐场所的金姓市长。根据警方的调查，他有跟李善均通过了很多次的电话，并且有涉及使用非法的毒品。10月23号呢，仁川警察署呢就正式的将李善均转为犯罪的嫌疑人士，违反毒品管理法的这个罪名呢，将他的刑事立案。警察这边的说法呢，从2023年初，他跟金姓女市长在家中及其他的地方吸食了毒品。当时李善均的律师就表示说，李善均跟财阀三世还有这些练习生是不认识的关系，和金市长吸毒这件事情完全无关。但是呢，李善均有确实受到了威胁。关于这件事情呢，会协助警方调查他的威胁案。10月24号呢，警方就表示说呢，要预计传唤李善均到案说明，预计会查封他的手机，还有进行法医的鉴定。李善均的律师还表示说，目前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这些我们都会参与调查，把真相厘清。10月26号呢，仁川警察署又传唤了另外一位案件的相关人士，是一位医生，怀疑说是他提供给李善均毒品的。警方并且表示说呢，可能会禁止李善均出境。10月27号呢，仁川警察署呢就确切的透过了法务部禁止李善均出境。28号呢，李善均就被警方传唤到案，调查他吸毒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对他进行法医的鉴定，确认他是否有使用毒品跟他的频率。警方这边在做毒品的检测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药物试剂检测，初步的药物检测呢是呈现为阴性，但是警方却表示说呢，试剂检测呢只有5到10天之内服用药物的情况之下才会有反应。过了几天，11月3号，警方决定做精密的检测，采集了李善均的头发，总共100根，送到国立的法医研究所进行精密的检测。但是呢，检测出来的结果还是为阴性，证明他8到10个月内是没有吸食毒品的。同时间呢，李善均有跟警方报告表示说，他受到了这个娱乐场所金市长的威胁，给他了3.5亿韩元。10月5号，李善均表示说呢，他是被这个女市长欺骗，他有说他用鼻子吸食，可是他不知道是毒品，以为是安眠药这样子的说法。这个金市长他是在首尔江南区的一个娱乐场所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妈妈桑。除了李善均之外，也有跟几个名人关系密切。
那关于这个娱乐场所呢，是位在江南区，主要是针对高收入的会员 club， 会有很多有钱人在那边来来去去。金市长他其实是有吸毒前科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前科，被传唤到案的时候，已经在他体内发现大量的精神药物。11月14号，国立法医学研究所呢，根据警方的要求，他们检测李善均的毛发之外呢，还有他的腿毛，但是他们公布说呢，腿毛因为重量不足等等的，其实测不出来。11月23号呢，新闻台呢公布了李善均跟金市长的对话，内容呢就是讲到金市长说他被某人威胁了，然后威胁说要公布他跟李善均的关系啊，发生的一些事情，请李善均帮忙。11月24号呢，警方又公布了李善均他的硬毛检测为阴性。又过了1个月，这中间警方又开始调查了其他的嫌疑人士嘛，那警方又进行了第3次的传票调查这个李善均。这一次的调查呢，是从当天的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凌晨5点结束，也就是大家新闻报道有看到的，说李善均历时了19个小时的警方侦调。除了吸毒案之外呢，还有根据他被威胁的这个威胁案做调查，同时在侦调他跟这个金市长嘛，经纪公司也好，李善均本人都有说呢，警方一直有比较偏颇金市长的说辞，而没有采纳他自己的说辞，表达说这次的调查非常不公平，所以他们有诸多的埋怨。在12月26号，李善均这边抱怨侦调内容不是公平的，并且呢有进行测谎的测试。在测谎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呢，在同一天，某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Caroseno 연구소公开了李善均与金市长完整的通话内容。后面有蛮多人在骂这个频道，他们不应该在警方都还没有确切的证据、确切的结果之前就公开了所有的内容，很明显导向对李善均不利的。公布了这个通话内容的隔天12月27号，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李善均在首尔城北区的一个公园，在他自己的车子里面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那因为李善均已经走了嘛，关于他的吸毒案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起诉了，吸毒案这件事情就算是已经结束了调查。那接下来关于李善均一直提到的勒索事件到底是什么呢？主要的人物有2个女生，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有提到金市长，她是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妈妈桑，另外一个呢也算是里面的同事，是一个普氏，她叫做朴兆金，她是20岁出头的一个女生，是一个未婚妈妈。他们2个是在监狱里面认识的。金南熙呢，她是有吸毒的前科，朴兆金呢，她是诈欺的前科。出狱之后呢，他们2个又在同一酒店上班，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又刚好住上下楼。金南熙呢，他就曾经跟朴兆金炫耀啦，他都会碰到一些艺人啊，或一些有名的人士啊、上流人物等等。朴兆金因为他之前就是一个诈欺犯，所以他就闻到了一些钱的味道，想说要从金南熙身上骗一点钱。他就先利用 Telegram 假装自己是骇客，就联系了金南熙说呢，我握有你手机里面所有的个资、所有的讯息，包含你的通话内容，如果你不交钱出来的话，我就要公布你这个对话、手机的通话内容等等的，就跟这个金南熙要了1亿。金南熙没有这么多钱，先求救了其他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就拒绝帮他嘛。金南熙找到了李善均，整个案件源头就是在这里。那他就跟李善均有了公布了这个对话内容，要拿钱出来，不然他就会公布我们手机里面的对话、手机里面的讯息啊、通话等等的。李善均为了息事宁人，就给了这个金市长3.5亿封口费。金南熙拿到钱之后呢，他确实有要跟这个骇客联系，他去了骇客指定的地点之后没有发现人，他又跟骇客联系说要怎么拿钱给你。骇客就跟金南熙说呢，你把钱拿给住在楼上的朴兆金。金南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拿给住在楼上的同事呢？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劲，他就偷偷的潜入了朴兆金家，找到了一些证据，朴兆金就是所谓的骇客。金南熙也不是笨蛋，他就把3亿自己吞掉，没有给朴兆金，也没有还给李善均。最后没有拿到钱的朴兆金呢，他就很生气嘛，不知道怎么样的拿到了李善均的联络方式，他就开始勒索李善均，要了2亿。因为李善均当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再拿出来，所以他最后呢是筹了5000万给了朴兆金。这个朴兆金就很生气嘛，就决定跟警方报案，金南熙吸毒，其他艺人也就是李善均有吸毒这个事实，并且呢他还有给警方金南熙的头发让警方去侦测，并且呢还公开金南熙跟李善均的录音内容。李善均吸毒的这个消息呢就是从朴兆金来的。那这个朴兆金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去年1月他才生了一个宝宝，之前是艺人、电影演员，他之前有演过2部吧电影，因为没有成名他就到酒店上班。朴兆金他一直以来的手法呢
网络 App 上认识新的男生，跟这个男生交往之后呢，她就会扬称她自己怀孕了，跟这个男生索取养育费，这是她惯用的手法，骗了大概5个人，总共呢被骗了几千万元的钱财。最新的报道，警方现在就是在征调朴兆敬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甚至呢我是查到说朴兆敬他在警方到案说明的时候，他是抱着他的小朋友出席。其实有一方面舆论就在说呢，他的小朋友一直是有保姆在照顾的，为什么他还要抱着小朋友去警察呢？是不是要博取同情啊等等的。刚刚提到说呢，李善均他因为已经走了，所以纪端算是结案了。警方现在的矛头就是指向金南熙跟朴兆敬他们两个的诈欺案，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骗李善均的？调查这2个人。现在新闻媒体呢非常多的是在调查说李善均到底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然后包含说李善均一直以来他的毒品反应都是阴性，为什么警方还要咬着这个不放？警察署这边也有出面说明，召开记者会说调查内容都是按照规定的，没有任何不法不公。那李善均一走的消息一出呢，韩国这边的声音就说又是一个被舆论杀死的人。那李善均其实生前有跟经纪公司表示说，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内容批判他的声音，让他还蛮不能接受，他压力很大。这样到底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案件呢？除了要厘清李善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外呢，我还蛮想要跟大家聊聊说，现在大家用网络非常的方便，我们的频道也是其实下面有非常多的声音，包含支持我们的也好，包含说我们不是的也好，其实我们都有看到。之前有跟妞聊过这个事情，打键盘很容易，在网络上看到某一件事情，你要做你的反应，这个是很 OK 的，现在公开言论嘛。可是呢，我希望大家在打字公开言论之前呢，可以想想这个人如果今天是跟你面对面的人，你还会这样讲吗？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李善均的事件，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是喜娜，大家拜拜。